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些那种橘杏色，然后有点大地色系的那种底妆，妆就是眼妆，所有的妆。我就想说，我们可以一边上妆的时候，一边就是闲聊，因为我觉得我蛮久没有做那种闲聊的影片。我其实很喜欢闲聊影片，因为我觉得闲聊影片，就我看别人的闲聊影片，我都觉得很像是那种怎么说那种 YouTube 版的 Podcast 的感觉，因为我觉得 Podcast 就是那种很轻松，你可以很随性的听。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每次那种化妆的闲聊，就对我来说是那种很像 Podcast 的那种感觉。今天旁边搭配的是我的绿茶，这个是那个上礼拜 Vlog 里面我去超市买回来开箱的那个茉莉绿茶。好，那我们现在快点开始，然后我往你们坐前面一点。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压力，就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会收到一些 email， 就是读者 email 给我说，Kelly 我最近压力很大，然后他觉得我看起来一直好像都很开心，然后想要问我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怎么办这样。那我们就边上妆，然后边来分享我自己对于压力这件事情的一些舒压方法或者看法这样。那我们先来上 primer， 我用的是雅诗兰黛这个超级就是保湿的 primer。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类似就是压力大的情况，或者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情况怎么办。我其实觉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想办法知道原因。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妆前是超级保湿的那种。我觉得当然，比如说舒压有非常多种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去可能大吃，或是去大买东西，或是可能还有什么，或是可能买醉，比如说找一个朋友大抱怨个5个小时，你可能会心情短暂上会很好，但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会知道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件事情卡在心里，所以我觉得这种短暂的压力释放，就是不会让我觉得真正心里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我觉得不会。真的要压力，就是真的你心中没有负担的那种状态，是你真的要想办法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压力的原因，是怎么样。我发现光线已经一直在变了，所以我现在一直要换一下方向，这样。现在上完是这样，就是脸是非常的水嫩状态。擦嘴一下，我现在要用这个植村秀的粉底。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一步骤就是了解，真的找出原因的这件事情，你真的是不能骗自己，就是你在跟自己对话，问自己为什么你现在压力这么大，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能骗自己，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今天跟你朋友抱怨说，你今天比如说你去了5个面试，然后你都没有上，就我觉得你这时候如果就不是跟自己好好的检讨为什么你可能压力大，然后一直没有上等等的原因，你是去跟朋友抱怨的话，我觉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告诉你要怎么办。就朋友可能会说不会，就下一次会更好等等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心里才会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才会知道说，你好像都是在某一轮的时候被刷掉，那可能会不会就是那一轮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要就是跟自己好好的对话，然后找到原因。我自己是觉得找到原因之后，其实就会好处理很多，因为你会知道要怎么样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它。大概是这样。对，然后通常你找到就是你为什么压力大的原因之后，就分成2种嘛，一种就是1是可以解决的压力，一种是2是不能解决的压力。我觉得只要是能解决的压力，一切真的都好办。再偷偷上一点遮瑕。能解决的事情就真的是最好的那一种，就是你至少就算压力大，你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它。最麻烦的是那种你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会烦恼签证啊那些东西就是不在你手上可以控制，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是一个完全在别人手上的事情。然后蜜粉用的是 NARS 的这个蜜粉，然后粉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粉扑。我觉得遇到可以解决的事情就太棒了，解决它完之后再去庆祝，大庆祝你的这种解放压力，才是真正可以把你整个压力这样释放出来。比如说考试啦，你压力大考试，你就知道解决方法就是好好读书，面对它，把它考完，这就是已经是最简单可以解决的那种压力。那如果遇到不能解决压力的事情怎么办？我自己是有几个我自己比较常会做的一些舒压的方法。然后我现在插嘴一下，我要用眉毛，我这边用的是 Benefit 的，我一直都用的这一支，叮叮叮叮。
像我第一个喜欢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比较常做，就是我会出去外面跑步，就是我可能会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觉得时间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至少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发现我跟我自己一个人思考对话的时间很少，是真的很少。就比如你看我白天这样起床，然后就上班，然后上班一整天，然后就下班，然后煮饭，然后休息好累不想工作，然后就是晚上躺在那边休息，然后晚上就睡觉，你就隔天就又再重复一天，就很少有一个时间是你可以沉淀，然后跟自己思考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我好像可以逼迫自己挤出一个时间，然后逼迫自己在那个时间，因为你只能跟自己对话嘛，因为你在跑步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时间，这样。所以我觉得，然后眉毛要认真画。就像我自己出去跑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用逼自己说什么哦，因为要减肥一定要什么30、40分钟以上，我觉得不用这样逼自己。有时候我就是需要一个流汗，然后可以这样喘气的时间，这样。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之前跑步的时候蛮喜欢听的 podcast。我之前听了一个 podcast 是那个 Melody 的那个，等一下，我有对齐吗？我这样有齐吗？有吧，有吧，有吼。好像没有。我之前听的是 Melody 的那个姐妹悄悄话，她就是一个很像你隔壁的大姐跟你聊她人生的经历的那种感觉。然后她 podcast 的长度大概都是可能40几分钟，所以我觉得跑起来就是时间上我觉得刚刚好，所以我还蛮喜欢跑步的时候听。我现在要上什么？我来上腮红。然后腮红上是这个，就是最近出镜率很高的这一盘。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大概之前吧，它有一集，我用这个颜色，它有一集的那个 podcast 是在讲低潮期。然后那时候我有一点点低潮期，就是心情不是很好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跑步，那阵子我很常出去跑步，因为我很需要一个可以安静，然后听自己声音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常出去跑步，然后就会听。然后那天听到那一集，我就跑，然后我就哭了。我就在跑步的时候，在跑公园，然后就这样，而且我不是那种落泪，我是这样，然后这样哭，因为还很喘，然后又要哭就很累，然后就这样哭。然后我觉得旁边在跑步的人都想说，他还好吗？这样听那个 podcast， 然后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辛苦过来的，就是你会觉得哦，现在真的很辛苦，什么压力很大什么，可是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就是这么辛苦那种感觉？反正我那时候就听，然后就觉得哦，我很懂他们分享的那种，就是低潮，可是又觉得哦，我现在做这个选择，就是我想要选的，可是又觉得反正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听那一集，我觉得那一集就是讲的蛮好的。反正我腮红就上太多了，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是跑步的时候就是会听很多那种比较有点鸡汤的那种 podcast。可是我觉得这些就是我觉得很多这种比较心灵鸡汤的这种 podcast 或者书或者 YouTube 影片，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你当下不会去跟他觉得，对，你是会那种一听就过了，因为反正你当下可能心情没有很低潮或什么，可是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我心情就是没有很好，然后你会突然想到你那时候听到的一个东西的某一句话，你会想对，你现在就终于懂他那时候在想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知道大家没有很喜欢听那种鸡汤的那种对话，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就有时候就是会在你出其不意、很低潮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些话很受用，这样。Okay, 好，我现在腮红长这样。我现在 OK， 现在光线很好，也拍出来这个橘橘的腮红，就比我上个礼拜在阳台画的时候更明显，对不对？这个橘橘的感觉。再来是眼影，然后眼影的部分，我最近很常用的就是3C 的这个 Overtake 反光，这一盘。然后还有这个是 Romand 的这种4格眼影的，这个是3号色。对，我觉得这2盘都非常非常推荐，就我觉得它颜色都超级百搭，然后你一辈子用这一盘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一种。那我今天用这一盘，对，然后我就想到真的很多话都是这样，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真的很小的时候，好像忘记我好像跟我爸说什么，我不喜欢国文，还不喜欢社会，我忘记，我就跟他抱怨说我觉得好无聊，就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然后我记得我爸就跟我说，你是不喜欢
是真的不喜欢，还是因为你不会？因为你可能就只是因为你的不会，所以带来的挫折感，让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这件事情，我就这样过了，就我一直没有记得这句话。直到后来我比较长大的时候，就是你会学很多东西，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就很多东西，我以前都会很快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要，我不喜欢这个。可是现在我其实会觉得，我其实不一定是真的不喜欢，可能是因为我很不擅长这个东西，然后每次做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挫折。所以我是好像不喜欢它，可是当你，就是比较擅长这个东西，或是你比较从这东西得到比较多的成就感的时候，你其实会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这句话真的是在我比较大的时候才突然那样，咚就冲回来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很多鸡汤的话都是这样。OK， 我要赶快画眼影，我觉得太阳好像快下山了。哎呦，我的镜子，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颜色很好看吧？这个光是上这一个颜色，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除了跑步听 podcast 之外，我其实没有那么常听 podcast， 我比较常听的是那种 YouTube 影片，就我喜欢听一些 YouTube 讲他们的，比如说 book review， 我喜欢看那种书的 review， 或者我喜欢听他们讲，会讲什么呢？去超市买什么东西等等，或者一些超市的那种分享，就很家常的那种分享。听这些东西，这种别人在讲话啦，分享经历啦，分享以前比如说感情啦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像你们在听我现在讲这种无微不微这种东西，我都喜欢就跑步的时候听，或者有时候我洗碗的时候，我很少洗碗啦，大部分洗碗其实都是我男朋友在洗，但有时候整理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折衣服的时候，我就喜欢那样，就是那种你不用去用脑的去想你在做什么东西，比如说洗碗、折衣服啦、吸地板啦，就是那种时候你都可以去听这种比较舒压，就是让你可以去想一下别的事情，不要去一直想你压力很大的那些事情，这样，叮，我再用一样的颜色带一下下眼，再我用这个颜色。还有一个舒压我很喜欢做的事情是那个叫什么？我很喜欢放以前喜欢听的一些老歌，中文歌或英文歌都可以，然后就是大唱，然后会大笑这样。有时候我跟我男朋友会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比如两个人都在工作，然后我们就会放一些那种很老的歌，然后在那边唱，就说哇，以前这首歌真的是经典，就很像我爸妈以前会做的事情。我们就在放歌，然后说哦这首歌，那我们就一直唱，说哦以前很红，然后很多歌真的都是那种。你已经500年没有听了，可是你突然听，你还是可以会唱回歌词的那种，我就觉得哦，我觉得真的会让你的心情变比较好，因为你就会就那种以前那种开心的感觉，然后你就会唱啊，然后就觉得哦，以前的那些歌，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棒。其实我眼影都乱画的，这样可以吗 ？OK。然后再来是假睫毛膏，然后我用的是上次开箱的无印良品的这种扁扁的这种旅行睫毛膏，睫毛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跟这种听别人讲话那种 YouTube 影片啦，或者 Podcast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看书，因为我觉得看书一样，就是你会。听东西，你会被迫接受东西，然后你会比较不会就是一直去想你在烦恼的那些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看我睫毛有加没加，有加没加。像我最近，因为最近是万圣节的月嘛，那我就来看了一些那种比较悬疑、比较可怕的那种小说。那我加完，我拿一下我最近在看的小说给你们看。我最近看的小说，我最近买了这2本小说，我有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 的 Story 过。然后现在目前正在看的是这一本，我这个书签跑到这里了，我现在看到第80页，觉得看看小说啊，看看书啊，就是也可以让你当下比较不要那么去烦恼你在烦恼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蛮推荐的，我是还没看完，我是用那个 Kindle 看的，是。这本书，哎呦，我再把截图放一次，它叫做《This is Going to Hurt》，就是一个那种医学院的学生吧，他好像进去刚要就是进去医院实习的时候，他的一些每天的那个日记，然后他写的很好笑，就他文笔很好。睫毛膏用的是1028的睫毛膏。其实我还有超多书想看的，就给你们看我的那个书的 list。哎呦，等一下我去拿我手机。今天其实蛮热的，我现在在流汗。就是我的那个想要读的书给你们看，我已经这么长了，
你们看得到吗？就是真的很多。但最近刚好比较忙，然后就觉得很难挤出时间看小说，所以就看的比较少。但是之后我有时间，我也想要多花一点时间看看小说。我觉得尤其是小说吧，因为小说就是那种它会给你一个新的世界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会形容一个新的世界观嘛，比如有的世界可能是在一个古代，或是你看的可能是那种奇幻的世界，可能大家都是，比如说哈利波特，大家可以飞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那种一个新的世界观会让你忘记你现在在烦恼的东西，这样。再来，我觉得就是可以多看看 YouTube 影片啦，多看看 Netflix 的影片啊之类的。YouTube 影片的话，我真的是我坦诚说，我都是在看吃播。我觉得吃播是会让我那种很放松的影片。虽然很多人不懂，我跟你们分享我吃播时间。我吃播时间呢，就是我每天洗完澡睡觉，全身最干净，已经准备要睡觉的前20分钟，我就会躺在床上，然后盖被子，然后打开手机。这假设这是手机，我就这样，然后开吃播。我就开很大声，我就听，我就吃啊，然后我就觉得满足了，我觉得 OK， 你看我今天没有在吃这些美食，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吃，我觉得很开心，然后结束就很安心的去睡觉。就是我觉得它是我的那种睡前的安心影片。不知道大家通常就是那种压力大的时候，大家都看什么影片？我就是会找这种吃播，或是大胃王比赛的影片来看。你们感觉出来现在太阳完全变位置吗？我现在完全，我好热。我这边上的鼻影是也是之前开箱的时候应该有开到的，这是 BBIA 的鼻影08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比较休闲的时候看 Netflix 都看什么影集。我 Netflix 大部分看的影集，我其实都是看那种轻松好笑，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就是我不需要超级认真看的那种影集，我才会觉得比较放松。比如说我比较常看的，现在比较常看的就是 The Office 啊，之前 Friends 还有的时候，现在台湾 Friends 还有，但美国没有了。之前美国 Friends 还有的时候，我就会看 Friends， 因为就是每次大概就20分钟，所以就觉得看起来就是觉得好舒压，就是20分钟可能吃饭的时候看。之前我喜欢看一个有一点点沉重的影集，就是叫 BoJack Horseman， 它好像是18禁的。然后鼻影的话，我一定会搭配打亮，因为不然你会整个人就觉得鼻影好像很重的感觉。那我打亮用的是 Fenty Beauty 的打亮，对，他们现在光线完全不一样了。OK， 谢谢大家。我就很喜欢看 BoJack Horseman， 我觉得它是一个黑色幽默的那种影集，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之前都跟我朋友说，我觉得你看那些影集的时候，看到某一些集数，因为我觉得他每一集呈现方式都非常不一样。然后有时候看某一集，我会觉得你去看完，你会觉得 OK， 拍这部戏的人真的是太有才华，他是动画还是动画，你就觉得就是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灵感、这种巧思，可以拍出这么棒的东西，就是很舒压、很好看，但是有点沉重，但我觉得很好看。光线怎么变成这样啦？光线是不是很怪？我现在有一种深海里的人的感觉。我们换一个位置来画唇膏吧。我们今天一个跟阳光竞赛的感觉。太阳在哪里？在哪里比较好？那 OK 吗？光线越来越奇怪了，为什么光线变这样了？光线没了，太阳已经走了，它今天好像下山了，特别早。现在太阳已经下山，就是现在整个光线变得很暗，有没有？嗨大家，这是1个礼拜后的我，就是我今天在剪影片的时候，我想说不行，最后面在试唇膏试色的时候，整个颜色都偏掉了，所以我想说要重新做一下那个试唇膏颜色给你们看的部分，然后顺便来真正就是好好的 ending 一下今天的影片。上次在太阳下山之前，我们录到的部分差不多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今天化妆都是用一样的眼影盘，只是可能眼影今天用的比较夸张一点。唇膏的部分呢，我要用的是3CE 的这一支 Going Right。这一支我觉得是很经典的这种比较橘性的颜色，真的是买到这一支用了之后才知道为什么这支这么红。我觉得它颜色真的是很好看，就你有想一点点那种橘性土的那种比较不要那么粉嫩的颜色，可是它又是其实很显气色。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丝滑的那种雾面质地。好看吗？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
我觉得它平衡做得很好，就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很桃红、很粉红，或者很玫瑰，或者很豆沙，它完全不是那个挂的，它是比较橘性，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像没有气色的那种裸色，觉得很好看，真的很喜欢用它。OK， 好，那差不多今天的闲聊加化妆很不重要，但的闲聊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刚刚在剪影片的时候，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我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表达主要，我怕我讲的很乱，但因为就是闲聊嘛。但我其实主要想要表达的事情是，我觉得在你感到有压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好好想一下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解决。就是我觉得不要一下就赶快就到了要抒压，或者就到了崩溃，就是压力好大。先了解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压力会这样子，这样之后你要决定要怎么处理它，我觉得都会自己比较有一个方向。当它今天是可以解决的，我相信那个压力还是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考试压力，它就是在那边，比如2个月后你就是要考试，你就是知道你压力就大，就是这个原因。那你唯一办法还是只能去好好准备去面对它，但是你至少不会慌张，因为这些是你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那我后来分享的比较多是一些我自己觉得在面对一些你不能掌握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怎么去抒压。我其实之前遇到那些我没办法掌握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会很崩溃，我会就是哭，或是我会狂跟我男朋友抱怨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而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人生中真的会遇到很多你没办法掌握的事情。可是你必须要想办法去跟这件事情共处，或者你必须想办法去接纳它，或者想办法去调试自己的心情。你必须要学习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发现压力，找到原因，发现不能解决，想办法让自己抒压，但同时还是跟这个问题想办法解决它，就是这个过程是很重要。其实我自己都还在学习啊，我觉得我也没有觉得有一天自己觉得哦，我坦然，我已经可以跟所有压力共存。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每次遇到不同的压力，然后就想办法去怎么说，进化这个过程，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就是掉在一个泥沼里这样。我觉得虽然我今天分享的是这种压力大、抒压怎么办等等的影片，但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如果你今天真的心里不舒服，你感觉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压力的话，不要就是一直想说哦我要怎么解决它。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寻找专业的协助。我觉得需要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告诉你这些问题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正视自己心里的压力啊等等的。OK， 好，我觉得我现在讲到后面有点胡言乱语，因为太阳又快要下山了。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在 YouTube 的下面留言。我基本上都是隔一天。我的隔一天，你们的晚上睡觉时间，我会起来回留言，看看大家都跟我说什么话，这样好。然后我知道一定很多人说，今天怎么没有 A 卢跟娜娜，所以我现在然后来跟你们说一下拜拜。A 卢在睡午觉，被我挖起来。妹妹，我们娜娜阿姨来了。娜娜阿姨，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